一群惡霸將女人折磨了整整1天1夜。當丈夫趕到現場，看到妻子狼狽不堪的模樣，徹底被怒火吞噬。他抓起旁邊的水果刀，朝着惡霸頭目瘋狂捅刺，足足捅了100下，直到對方倒在血泊中沒了氣息。丈夫雖出了一口惡氣，卻因故意殺人被惡霸家屬告上法庭。庭審現場，當法官即將宣讀死刑判決時，一位神秘律師突然現身，聲稱願意免費為男人辯護。律師落座後，當即提出異議：被告人雖構成殺人罪，但罪不至死。他直言，案件的根源是惡霸率先挑衅施暴，隨後要求男人完整陳述事件經過。他之前騷擾過我老婆，我報警抓過他。原來惡霸騷擾村民本是家常便飯，真正激化矛盾的是他們強占了男人的耕田，卻遲遲不肯支付賠償款。這天，惡霸帶着一群人闖進男人家，拿出一份虛假的賠款合同，想騙他簽字畫押。就在男人即將落筆時，妻子及時提醒：他們沒給錢。說什麼？你要是簽了這個字，就1分錢都別想拿回來了。男人雖看穿騙局，卻不想多生事端，打算以德服人。誰知剛上前就被惡霸狠狠推倒，一群人摩拳擦掌，眼看就要動手。身為農民的男人忍无可忍，轉身撿起一塊磚頭就要拼命。還想打我是吧？來，往這兒打來！今天要敢動我一根毫毛，我讓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可思前想後，他還是放下了磚頭，不願把事情鬧大。惡霸卻以為男人認慫，變本加厲逼迫他簽字。見男人不肯屈服，竟拿起燃燒的煙頭，狠狠扎在他的脖子上，一派胡言。原告律師當即反駁，被告律師卻從容應對，是否屬實，當庭驗傷辨知。法官同意了這一請求。我们還去了張勇的家裡，在現場發現了當初留下的煙頭。原告律師卻仍不罷休，即便這些是真，也不足以構成正當防衛。被告人明顯是故意殺人，這的確構不成正當防衛的條件。但我相信各位聽了接下來發生的事，換做任何一個男人，都會支持張勇的做法。當時他被煙頭燙得慘叫不止，妻子為了救他，拿起凳子從背後砸向惡霸的頭。這一砸徹底激怒了惡霸，他們當場將男人綁在樹上，強行把女人拽進房間。直到第2天早上，這群人才揚長而去。為了試探男人是否服軟，惡霸解開了他的繩索，還戲謔地遞過一把水果刀。可就在他們得意洋洋時，妻子渾身是傷地從房間裡爬了出來。看到這一幕，男人的理智徹底崩塌，他抓起水果刀，朝着惡霸們瘋狂輸出。